红发的面子有多大？谁必须给红发面子？谁又可以不给红发面子？我很好奇，想要计算香克斯的面子有多大，首先明确他的身高为 1.99 米，果然也一样。那么红发下巴到美人尖的距离为 16.50 厘米。哦，没错，红发的额头上有个比较浅的美人尖。在 PS 里量出这段距离521像素，红发脸部轮廓像素点192823个，那么结果就出来了啊！红发的面积面积是 193.40 平方厘米，由此算出战国的面积面积为 258.63 平方厘米，亲至面积 288.59 平方厘米，黄猿 389.93 平方厘米。好家伙，这三人都比红发的面积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为啥都要给红发面子呢？这个问题我从儿童节想到最近都没有想通啊，直到我看到了这张图，头身比是身高比上头高，来排除个子高对脑袋的影响。面子大小是不是也要排除身高的影响呢？如果不排除的话，海尔丁因为是巨人族，面子的绝对面积肯定比路飞大，那么路飞就要给海尔丁面子，海尔丁因为是小弟，他又得给路飞面子，双向奔赴了属于是。研究到这里，我算是恍然大悟啊！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，面子比，即面子的正面投影面积和全身的正面投影面积的比例。纵向可以排除个子高的影响，横向可以排除长得胖的影响，而且是面积比面积，没毛病吧？所以红发的面积比是 1.94%， 战国只有 1.4%， 比红发小，所以他只能给红发面子，满足红发的所有要求，主动承担全部责任，最后安心养老得以善终。战国发话前，道不曼终究没有给红发面子，我能推断出道不曼面子可能会大于 1.94%， 至少他自己以为是这样。鹰眼面子比红发小了 0.59个百分点，所以他也得给红发面子。红发一来了，自己就开溜。亲自面子比 1.83%， 还是比红发小，所以他也必须得给红发面子。千万别出全力。赤犬面子比只有 1.75， 也没有红发的面子大。现在你知道为啥吴老星专门抽时间会见红发，也不愿意给赤犬面子了吧？原因是赤犬的面子比根本就没有红发大呀。黑胡子面子比为 1.42， 他自己知道面子比不过红发，所以顶上真真也只能见好就收，直接退场。白胡子因为身材太高大了，面子比只有 1.3%， 也没有红发的面子大。但是白胡子大意了，在船上没有给到红发面子，最后顶上真真壮烈退场。离谱的就是黄猿了，面子比红发高了 0.3%， 但是他还是给了红发面子，而且还给了贝克曼面子，这就是演员的自我修养吗？不管面子大小我都给到位。算了这么多，那么有没有不用给红发面子的人呢？有，面子比最大的，你们猜是谁？我是谁？居然是阿玉，我惊了！玉皇的面子比干到了 9.86%， 直接是红发的5倍多。可能小孩体型小脸大比较占优势吧。大妈也不用给红发面子，虽然身材这个分母很大，但也架不住脸大呀。从面子比的数据来看，相比于凯老师的 1.2%， 后面有可能大妈和红发的互动会更多一些，而且很可能不会给红发面子。排名第3的就是巴基了，面子比 5.66%。虽然巴基抱着手臂会使结果偏大，但也干到了红发的2倍多。好家伙，怪不得巴基从来没给过红发面子，现在就当上了四皇，原来面子比红发大这么多呀！这也是尾田老师隐藏的伏笔吗？路飞的面子比 4.62%， 看来也不用给红发面子。我把所有人的面子比做了一个排名，这些数据都不是我瞎编的啊，我后面会把所有人的像素点单独发出来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验证一下。目前的新四皇里面，黑胡子的面子比例最小，而且其他3位互相都是关系户，看来黑胡子后面的处境不会太乐观呀。四皇里面面子比最稳的就是巴基了，不知道这个数据会不会对应着什么信息呢？后面一起来拭目以待吧。今天我们算出了红发的面子有多大，并且给所有人进行了排名。尾田老师知道这些数据吗？要不顶上去让尾田看看。